大家好，我是老张。这个周末呢，我一直都在玩 Chat GPT，玩的真的是有点废寝忘食。然后昨天我让 Chat GPT 帮我写了一个稿子，就很快的录了一个视频。但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不知道来龙去脉，所以今天我重新选了一个主题，跟 Chat GPT 学习股票投资知识。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先介绍一下 Chat GPT 最近的丰功伟业。我们来看这里，ChatGPT 已经能通过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的考试，这三个顶级的行业呢都被 ChatGPT 完爆。当然，我所在的行业也一样，ChatGPT 已经能够 pass 谷歌的 interview。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一个大型基于深度学习的聊天机器人，然后呢，主要是由微软注资的。当谷歌发现这个 Chat GPT 的能力非常强大之后呢，匆匆忙忙的推出了自己的呃相应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太匆忙犯了一个错误，导致谷歌的股票大跌。那么怎么来理解 Chat GPT 呢？我这里准备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最小 R 乘法，它解决的问题其实非常的直观，就是当我们有一堆数据，呃，这些数据呢是关于每个人受教育年限的长度，比如说本科、硕士或者博士，那么就分别可能是1年、2年、3年、4年、5年、6年，或者就是说很有一些人可能本科都没上，只上了一些专科或者社区大学，然后呢就这个纵轴呢表示的是收入。当我们拿到这样一堆数据的时候呢，我们想找到一个直观的规律，这样便于人理解，或者是便于在数学上我们做一些数据的处理、分析、预测。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小 R 乘法。直观的说，就是找到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呢能够最大限度的拟合所有的数据。这样的话，在这条直线的预测和实际数据相比，把预测的误差降到最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深度神经网络、跟机器学习 ChatGPT 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我们来看，深度神经网络其实是建立在模拟大脑神经元的基础上的。就现在大脑神经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还在研究当中。我在读博士的一个师兄，现在就在做相关的研究。我觉得最近的科技上，从科学史的角度，应该是有一些进展，但是实际上在工程上的话，或者是从数学上的话，其实还是处于基本等于未知的状态。那么工程师怎么办呢？我们就用最小 R 乘法来模拟每一个神经元的工作。右边这张图画的很玄乎，可能大部分观众朋友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其实也没关系，你就要理解为它的功能就是跟刚才这个 regression 最小 R 乘法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有一堆数据呢，它找到一条直线。当然，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可能是二维的，但实际情况的话可能是高维的，或者是更复杂。但是它的原理就是一个最小 R 乘法的数据拟合。当我们要模拟人脑很多很多神经元的时候呢，我们就照这个人脑神经元的结构，然后呢把这些最代表每一个最小 R 乘法的单元连接起来，这样就变成了深度神经网络。那么可以想象，在这个 regression 这个二维的问题上，它其实所做的就是从一堆数据当中找规律，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二维的数据。那么，当这个神经网络、神经元变得非常的庞大，训练数据也非常的庞大的时候呢，这个神经元的功能就变得，能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通用。它可以处理很多高维的知识，知识的搜集、规律的寻找，包括推理，包括写程序，包括写文章，种种其实都是在把一些信息、一些规律找出来，然后呢，把它表达成一个更利于人理解的形式。很多人谈论到当前 ChatGPT 这么火热的时候呢，有的人说要抓住机遇去炒股，还有很多，包括我周围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同学、校友，都在热烈的讨论有什么创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作为广大观众朋友，最直接、最直观的就是可以把 ChatGPT 当做一个知识小助手。
或者就是说它本来在微软所看重的功能，就是它能把知识搜集起来，然后呢更方便的提供给用户。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周末不停的跟他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题吧。当然，在真的聊到股票之前，我还是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让他的回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 ChatGPT 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些科学知识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解释一下人类用经验学习跟你用大数据学习得出的知识有什么不一样吗？当人类通过经验学习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和观察到的模式来推断出结论。这种学习方式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积累经验，并且容易受到主观偏见的影响。此外，人类学习的结果通常只适用于他们所接触到的局部情况，难以泛化到更广泛的情况下。相比之下，使用大数据学习的方式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自动推断出模式和规律。总体而言呢，就是它更客观，然后呢，了解的信息也更多。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两种方式都结合起来。好，那我们开始吧。怎么开始跟你学习炒股知识呢？好，他直接给出了三种方式，可以阅读相关书籍和网站，参加炒股培训课程，关注股市新闻，加入股票交流群或社区。其实这样一看，好像没有太多的有用的信息，但是 ChatGPT 是一个互动的聊天机器人，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助手，可以直接问他。我相信你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知识信息。那么，关于这些知识，你可以给我列出一个大纲吗？当然，以下是一个炒股知识的大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深入学习相关知识点：股票的基本概念和种类，股票投资的基本原理，投资策略和分析方法。第四，股票交易的基本流程，股票指数和行情分析，财务报表和财务分析，税务和法律问题。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深入的得到了一些核心的问题。其实网上有不少的 YouTuber 都介绍说，得到这个大纲以后呢，就一一的问他，他就会把相应的每一个主题都展开，然后呢，甚至用这个方法可以写成书，然后放在网上去卖。但是我觉得，既然所有的人都知道 ChatGPT 能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样挣钱，短期内可能行，但是长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看好吧。就是大家都会了嘛，别人可以直接问 ChatGPT 就行了。你可以介绍一下股票投资的基本原理，展开说一说，举一些例子吗？当人们购买股票时，实际上是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的价格在市场上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好，他现在就讲到更深刻的关于基本面分析，关于技术分析。所以这样看，我觉得基本上以后所有的书籍，类似于《十万个为什么》、Wiki 号基本的入门的话，我觉得 ChatGPT 已经能够取代大部分类似的产品了。好，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基本面分析。我是一个新手，可以
提供一些建议吗？哦，它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当您开始投资股票时，可以看到：第一，学习基本知识；第二，分散投资，不要盲目跟风，要坚持长期投资。嗯，虽然说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知道和不知道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我觉得 ChatGPT 的好处是，你可以继续的问他，我怎么才能做到不盲目跟风呢？我觉得很难呀。炒股心情就是很容易波动，怎么办呢？你能展开说说吗？换句话说，就是其实 ChatGPT 也是把知识用树形的结构存储的。我们只要一层一层的深挖去问它，它就会给出更多的整理过的信息。本质上就像有点像博士跟导师合作一样的，就导师给你指一个方向，然后博士就去深挖，挖完了把信息汇报呢，导师又给你整理整理，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跟 ChatGPT 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吧，就是把你想要的方向、想理解的知识，提成一些问题，或者是你看到他说话当中、表达当中有一些矛盾点，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就会修正。当然，有时候会问到他答不出来，他就说：“哦，他答错了，他不答了，他不知道。”然后保持冷静，确定止损点。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用倒是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回答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大概知道基本面和技术面，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哦，他这个回答肯定比自己去搜要快多了，而且他能有逻辑跟人互动，这个用户的体验也好很多。对，这个我就不赘述了，我可以再问问他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方法，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技术指标？我觉得说到这里，这个 ChatGPT 又像是一个助手，又像是一个老师，或者就像是一个 Wiki 10万个为什么。但是它这个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这远远是超过我能所想象的。其实看到很多新闻，很多博主，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可能也有一些蹭热度的嫌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做工程的嘛，而且我现在的公司也是在做 deep learning。从我个人的兴趣的话，我喜欢自己真的是静下心来去玩一玩，先体会体会，看看它能对我们生活产生什么帮助。好，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线的话，基本上已经 cover 了大部分我见过的了。有移动平均线、相对强指标、布林带、MACD、KDJ。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MACD，因为我自己知道 MACD 嘛，所以我可以看看他讲的怎么样。啊，当然这些具体的东西我就不细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慢慢阅读。然后呢，他基本上说的没错，可以负责任的说，适用于中长期市场分析和短期交易可能不太适用。其实他这个答案跟我下午在玩它的时候给出的答案又稍微更，感觉上是讲的更全面一些。好，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也真的去玩一玩，体会一下 ChatGPT。如果是想留言，讨论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觉得，与其我们去说一些更宏大的，呃，事业，比如说创业啊，或者是说去做一些
投资啊，我觉得不如我们静下心来，先玩一玩这个 Chat GPT，去体会体会，然后呢，真的是把它纳入到自己生活当中，去体会它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呢，我们也会对未来的这个 AI 有一些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好了，小伙伴们记得关注、点赞、转发，一式三连，拜拜。